愚公移山，毛泽东。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，我们做了3件事。第一，决定了党的路线，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，壮大人民力量，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，解放全国人民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。第二，通过了新的党章。第三，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。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。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，一个团结的大会。代表们对3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，许多同志做了自我批评，从团结的目标出发，经过自我批评，达到了团结。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，是自我批评的模范，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。大会闭幕以后，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，将要奔赴各个战场。同志们到各地去，要宣传大会的路线，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做广泛的解释。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，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，即革命一定要胜利。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，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但这还不够，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，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，去争取胜利。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：中国是中国人民的，不是反动派的。中国古代有个寓言，叫做愚公移山，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，名叫北山愚公。他的家门南面有2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，一座叫做太行山，一座叫做王屋山。愚公下决心，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2座大山。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，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，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2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愚公回答说，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，儿子死了又有孙子，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。这2座山虽然很高，却是不会再增高了，挖一点就会少一点，为什么挖不平呢？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，毫不动摇，每天挖山不止。这件事感动了上帝，他就派了2个神仙下凡，把2座山背走了。现在也有2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，一座叫做帝国主义，一座叫做封建主义。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，要挖掉这2座山。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要不断的工作，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。这个上帝不是别人，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。全国人民大众一起起来，和我们一道挖这2座山，有什么挖不平呢？昨天有2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，我对他们讲了，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，这是不允许的。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，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，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。我对这2个美国人说，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，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，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，我们不放心。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，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，但要定一个条约。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，那是不许可的。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，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？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，但是，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，都是注定要失败的。现在的世界潮流，民主是主流，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。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，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。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，旧世界有3个大矛盾。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，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，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。这3个矛盾不但依然存在，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，更扩大了。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，所以虽有反苏、反共、反民主的逆流存在，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。现在的中国正在开着2个大会，一个是国民党的第6次代表大会，一个是共产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。2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，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，把中国引向黑暗；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，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，把中国引向光明。这2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。我们坚决相信，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，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，得到完全的胜利，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。